这样子开始吧。是 ，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很荣幸邀请到我的朋友要来跟我一起拍影片。他原本在台湾是软体工程师，然后最近搬来加拿大，也是做软体工程师的工作。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所以就邀请他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然后如果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从美国搬来加拿大工作的话，你可以看这支影片。好，你要进来吗？耶！噔噔，大家好，大家好。然后这个是 Lin， 大家好，很荣幸来上节目，人生第一次上节目。这边有帮 Lin 准备一个小小的访纲，然后就是会分享一下说从他还在台湾的时候怎么找到这份工作，跟怎么面试啊之类，然后到后续他搬过来的一些事情都会分享。刚刚前面忘记讲，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 Lin 以前有出现过呢？有，嘿嘿。如果要看 Lin 别的影片的话，可以点这边。第一题，当软体工程师几年了？应该有7年左右，7年应该还不算我这份新工作啦。哦，所以就是在台湾是7年，对这样子，对，差不多。了解。然后你是做什么方面的呢？我之前就是做比较多后端，然后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啊、data analysis 之类的工作。下一题，目前你在这份工作的 level 跟 title 是什么？我是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好像这样。对，然后 level 的话是 level 2。Level 2。第4题是你的学经历。我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研究所是念台大通信研究所之类的，我有点忘记全名，大概是这样子。忘记自己研究所全名。对，我有在2个实验室待过，然后在第一个实验室之前是做就是比较多跟通讯那边的 protocol 相关的 project， 然后后来的实验室是专门在做 data mining 还有 big data 的实验室这样子。听起来专业。好，我已经有点忘光了。没关系，不好意思，你们教授。第5题，最后一题，你来加拿大多久了？我是去年的11月来的，所以到现在应该是8个月吗？8个月，对，8个月左右，8个月差不多。接下来简短问答结束之后，我们会先开始问关于在来到加拿大之前的这段时间的经历。那第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怎么会开始想要找国外的工作？我在前一份工作也工作了5年多了，差不多我觉得可能是达成一个人生小小的 milestone 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想说寻找一些机会，给自己一些新的刺激这样。对，因为我蛮多同学都在国外工作啦，然后那时候也有些同事他们也是往海外发展，所以那时候自己才也有想到说也有这条路可以走。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要给自己一些新的刺激，反正就是去找工作啊，哪边有工作就是去试试看，类似这种感觉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说我一定要来加拿大，你是各个国家都找这样子吗？对，也是在 LinkedIn 上滑，你才会知道说到底真的有哪些国家有你喜欢的职缺嘛。所以其实也是到那个阶段，我才比较知道说，那可能有哪些国家有这个机会、这个选择这样。所以其实我也是蛮 free 的，就哪边有工作就去哪边。对。那你一开始有考虑的国家，除了加拿大之外，你有没有什么主要哪些选项？有，我当时其实是还蛮想去日本工作的，然后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超爱日本文化，就是我超级喜欢日本那个泡汤的文化，日本的澡堂文化，有日本的美食这样子，对，然后又很爱看那个动漫嘛，对，反正当时就是还蛮想去日本的。但是当时其实心里有想过说要不要来欧美试试看，因为日本之前旅游其实就是有去过蛮多遍啊。然后欧美的话，我听说这边的就是一些工作风格什么的很不一样这样子，然后这边离他们比较远嘛，这边对我来讲就是比较未知，对，所以也有想过说不然来这边也试试看这样子。试试看，对，了解。那如果找日本的软体工程师工作的话，要会日文吗？不用，我之前面试过一间就是在日本的公司，里面就是世界各国人还蛮多的，基本上大家都是讲英文，对。但是去日本工作好处是那边的公司好像都还是会 support 你去学日文啊，这样子。这样很不错。对啊，这样算是第2外语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好奇的地方就是你从一开始决定说要开始找国外的工作之后，接下来的一整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从来没有一个就是系统刷题的一个经验。虽然说之前也是有换过工作，但是对这方面的要求都好像也没有那么高。然后但是我接下来面试我知道就是对这方面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就要开始就是一个比较系统跟认真的准备。然后那时间点约莫就是在21年的11月左右。然后其实我也花蛮久的时间慢慢准备，因为那时候也还在工作嘛，可能准备有4个月吧。4个月吗？对，可能4、5个月，我在猜。开始投履历的话就是开始有跟一些很多之前的同学聊，因为大家也都在各大公司，所以就是在打听一下说，有没有机会就是帮忙投履历这样子，也找人帮忙那个做 mock interview。如果是我现在的这个公司的话，我是去年的好像是5月，当时是我学长他帮我就是推荐他们组在台湾，对，我先推台湾的，对，我是他先帮我推他们的组。然后 HR 就大概在5月的时候联络我，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面试。那个面试好像也面了快2个月哦。蛮久。对对对，然后关卡比我想象中多超多。我后面突然在那种庙会的感觉。其实我们不是在加拿大，我们在台湾。对啊，后面有庙会，不要看。那你是几月拿到 offer 的？然后这个 offer 的过程比较曲折一点，我应该是在6月底的时候完成那个面试流程。然后我一开始投的是台湾的 team 嘛，台湾 team 的那些 feedback 是说，面试的各项 feedback 都是 OK 的这样子。只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这个 team 在做的事情，它跟比较底层，它跟一些韧体啊，然后实际上一些机器什么的，但那些其实我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所以我会需要一些学习的时间。所以当时那个 team 的 manager 是决定说，他还是想要找一个在这方面已经有经验的人进来做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 HR 就是跟我联络说，他们其实在深圳啊有职缺，在加拿大有职缺。他说他可以帮我就是转介到就是这2个地方的职缺，问我要不要。然后呢，我那时候就说好啊，那不然的话试试看加拿大这边这样子。还真的隔了不久，就有一个加拿大这边的 HR 来联络我，跟我说，嘿，恭喜你过了面试了。然后我就非常的困惑，就想说，我以为还要再面一轮结果好像不用。然后我就在跟他 double check 之后，发现说真的不用好开心哦，直接可以。对啊，我就觉得太幸运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当时英文可能没有到真的很流利，其实现在也还是没有很流利啦。然后就是有点害怕，就是如果全程都要用英文面试的话，就是可能会扣的分更多。所以你在面台湾 team 的时候，你是用中文面？对对对，我全程都是跟台湾那边的工程师用中文面试。对，他7月的时候跟我讲，然后他是说他们还有一些流程在跑，要再等一下。整个7月我好像就是主要就是在跟这个 HR， 然后这个 HR 又在介绍另外一个 HR 来接手。然后接着他们就安排了就是 team match。然后就有2个 team 的主管，就是分别跟我约了2个时间，然后我就是大概是每场各半个小时，然后从这边开始就要用英文了，然后就是大概去了解一下说这个 team 在干嘛，感受一下这些主管的个人魅力，然后可以就是透过一些问题来旁敲侧击，看看这个 team 我喜不喜欢啊，还有他的管理风格之类的。然后我记得就是我那时候上网看，大家说要记得问那个 on-call 的事情。因为每个 team 的 on-call loading 差很多，对对对。但是其实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决定我自己这一份工作想要走的是一个比较就是后端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本来就 expect 我会要 on-call 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没有那么的害怕，但是就是我也想知道一下这2个 team 的一些风格啊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有个 team 的主管也是跟我说，他可以再帮我约一个时间，然后让我跟他们 team 的另外一个就是工程师再有一个 session 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有些问题直接问他，所以我有再约一个这个时间，所以我总共约了3场。然后3场结束之后再去跟 HR 说，我想要选那个 team 这样子。对对对，流程是这样。然后选完 team 之后再来才是谈 offer，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要接这个 offer 的时候，你还有其他别的国家的 offer 吗？有，当时就是日本的那一个也已经走完了，在谈 offer 这样子。那时间就是控制的差不多啦，但是我当时是下定决心想要来就是北美看看。虽然说我觉得日本那个机会真的是也蛮不错的，但是对后来还是决定来北美，决定来这边。那你接了 offer 之后，你大概多久之后就搬来了？其实拖了蛮久的。盘定整个 offer 的时间可能会落在7月底8月初啦。实际上到我真的搬来是11月底左右。一方面要处理一些就是在台湾的事情，对，要想就是到底哪些东西要搬过来之类。然后你是搬过来马上开始上班？
也没有，我想办法拖，因为我真的不是很放心。搬来不是说就是你在台湾已经找好这边住的地方，其实不是，是公司会先给你一个大概1个月左右的旅馆，然后你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你要想办法去找到你的未来要常住的地方，然后再把所有的家具搬过去，或者等台湾的一些空运海运到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当时听说温哥华是一个超级无敌难找住处的地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心理压力很大。我那时候在台湾那边看，在台湾，然后就是在跟这边的，就是帮我找房子的 agent 在沟通说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我就跟公司说，可不可以再让我晚2个礼拜上班？然后我当时的主管也很好，他也知道我很焦虑吧，然后他就 OK， 他就说 OK 这样子，对，对，那不错，流程的部分大概就这样。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在台湾要找海外的工作，最困难的地方是哪边？老实说，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觉得成功的案例真的还蛮多的，然后也还蛮多人分享的，蛮多都是要求你只要能够讲英文就好，然后台湾大部分的人应该也都有学一点点英文嘛，所以我觉得门槛相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啦，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我面试有可能真的是需要额外特别准备。我记得就是还蛮多公司在跨国找人的，前一阵子啊，就是当然这一阵子是还没裁员的时候。对。下一题，你是怎么准备面试的？刷题，刷 LeetCode，刷 LeetCode，对，然后就是反正很多人有讲过嘛，就说你要把一些题目分类啊，去把这类型的就是问题理解清楚，就是这个方法还蛮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 system design， 然后一样网络上很多资源，请 Google system design， 然后挑一些你喜欢看比较顺眼的，把它们记起来，理解一下这样子。Behavioral question 的话，因为我面试的公司是以问这类型的问题而闻名的，所以当时确实有认真的往这个方向准备一下。但我觉得你只要准备过我这个公司的这类型的问题，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其他公司问的全部逃不出你的手掌心。我也是这样觉得。搜寻一下，就会有一些人很好心的讲解给你，说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它对应的问题可能有哪些，然后一样就是准备一下。那时间的分配上来说，LeetCode跟 System Design 还有 Behavioral Question 这3样，你大概分配了多少在各样上面？我觉得 LeetCode 可能还是最多的，对，因为 LeetCode 就是很烦嘛，System Design 跟 Behavioral Question 就占比没有那么大，因为我最没把握的还是刷题的部分，因为我之前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去刷过一遍，我有点不太确定时间占比，但我有可能是抓说就是我的刷题有刷到一个比较新鲜的程度之后，我才开始投履历，然后履历投出来，这样等履历的这些时间再继续去看 System Design 跟那个准备 Behavioral Question 之类的。了解。下一题是你有没有什么谈 offer 的小 pebble 可以跟大家分享？好，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我觉得我有很偏向乱谈，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谈法对不对，因为我事后确实在 YouTube 上有看到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蛮专业的人分享过这样，对，所以我开始有点不太确定我谈的对不对，但反正我当时就打开了一个叫做 Levels.fyi， 因为我当时是美国跟加拿大的就是薪水，我大家都看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说，加拿大薪水好像跟美国有点落差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再把两边的这个美国跟加拿大钱再搓一搓，搓出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数字。然后我就去跟 HR 说，嘿，我想要这样的数字。HR 就说，嘿 Lin， 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是你提的这个数字呢，基本上在温哥华呢是不太可能的，不是你这个 level 的薪水，你知道吗？但是我可以跟你 share 说，你这个 level 的人就是大概可以拿到某个数字的薪水，但也不是大家都可以拿到，基本上只有少数人能拿到这样子。他就说我跟你 share 一下这，你要不要再想一下？然后我就想了一下，跟他说，那我就决定是你刚刚讲这个数字了。他说等一下，但是这个数字也不是大家都可以拿得到的耶。我说没关系，你先帮我问问看嘛，这样子。然后他就去问了，然后就好了，就这样子，然后就谈完了。对，了解。大概是一个，所以你是采用直球对决的方式在谈 offer。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他报给我的那个数字，跟我在那个 levels.fyi 上看到的确实也没有那么大的落差，但我现在真的记忆有点模糊了。总之我当时心里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啊这样子，然后所以就这样了解。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高手他们的谈法就不是这样子，
可能要我一直加上去，我都不知道，所以这问我不太准。好，了解。下一题是你拿到 offer 之后，你有犹豫要不要来吗？我好像没有什么犹豫我就跟我老公就是讲了一下，他就说然后就答应了这样子，当时心中是开心多过于担心一些其他的事情。第8题是你觉得有没有需要说要有哪些技能或者是人格特质，才有办法成功的找到在国外的软体工程师的工作？我觉得跟找其他任何工作的特质都是一样的。对，总之重点就是要行动起来嘛，然后去评估一下说，哪方面的能力你比较缺乏，投入一些时间，然后把它拉起来，把这个能力值拉起来，这样子。对，我觉得应该跟找其他任何一项工作一样，或者是你决定要开始健身啊，然后你知道你缺乏什么啊，然后去评估，就是大概流程应该都一样啊。对，反正就是要有行动就对了。对，要有行动。最后一题关于就是来之前的，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就是现在在找国外的工作的人的建议？好像没有好，加油，加油，好运，对，赞哦。感觉现在还好吗？对，我现在还可以。好，很赞。对，不要紧张。好，反正没有讲话的就剪掉就好。OK， 好的，太好了，耶。好，好像没有想象中恐怖对啊，没有那么恐怖。对，你其实就只是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而已。好，对。对，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厉害，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而且就是很常大家会问我就是什么有没有兴趣这件事情，我这种问题我都超级难回答，因为我个人就会觉得，如果今天有得选，我可以坐在电视前面看韩剧，跟我要坐在电脑前面工作，我当然是会选择看韩剧啊，他们选择睡觉，这种问题是很难回答，你知道吗？这段可以，这段要剪掉，这段要剪掉就是好。但我的频道是有一个比较厌世、很讨厌工作的风格，所以其实好像不剪也没有关系。对，就是我好像不是那种，就是大家看的那种日剧或什么，他们会很热血，就对工作就是很，你知道，就是我有时候看那种剧，就是我会自己就会觉得很内疚，我就觉得说 ，Oh my god， 我真的很抱歉。对，跟我一样啊，我也没有很热血，我没有。没关系，大家应该都一样啦。好，很好，太好了。好，第3了啦，已经算第3了。对，好 ，OK。好。然后第一外语不是英文吗？那第2外语？哦，对，第1外语是英文，是不是？直接脑袋直接坏掉。好，我也常宕机。好，第2外语。